在未来的世界里，财富已经不再是富人们的追求，他们将金钱和自由抛之脑后，选择住进了一个名为地下城的监狱。在这里，他们必须遵循严格的生活规律，每天按时起床，按时用餐，甚至上厕所也不例外。对这些富翁来说，健康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因为地球的环境已经被严重污染，幸存的人类只能躲在地下基地里苟延残喘，而且只有幸运儿能够被抽中，前往一个名叫天堂岛的世外桃源。据说那里是地球上唯一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尽管在基地里可以丰衣足食，但人们仍然渴望外面的世界。追求自然和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有一类人却可以直接前往天堂岛，那就是即将临盆的孕妇。然而这个看似和谐的地下世界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大山是3年前来到这里的幸存者，这天他再次从同一个噩梦中惊醒。每天早晨他都需要进行健康体检，但当他来到厕所时，智能管家却告诉他的尿酸严重超标，需要注意饮食。大山非常沮丧，因为一旦健康状况出现问题，他就失去了参加抽奖的资格。于是他决定去医疗中心进行全面体检。在去餐厅的路上，大屏幕上播放了今天的中奖名单，一个只来了6个月的光头成为了幸运儿，他激动得无法自持。然而一旁的男人却因为嫉妒而把屏幕打碎。大山很快就来到了医疗中心，他向医生卡尔描述了自己的情况，卡尔随即为他进行了全面体检。他拿出了一根金属导管，几十只内米蜘蛛随之滴落在大山的脸上，很快这些蜘蛛就钻进了他的眼球。这些蜘蛛进入身体后会扫描他的全身，24小时后通过尿液排出，就能得到扫描结果。在等待结果期间，大山来到了劳动区，他向同事抱怨着生活的枯燥和限制，他们只能吃固定的食物，只能穿白色的衣服，工作也毫无乐趣可言，每天只是注射营养液，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营养液最终流向了哪里。然而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女同事玛丽突然摔倒，被工作人员抬走。原来玛丽即将分娩，她非常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她即将前往天堂岛。在大家的祝福中，玛丽被医护人员推去了待产室。然而就在这时，大山突然关掉了电脑，他谎称自己的电脑坏了，需要去维修部报修。主管临时有事，于是把钥匙交给了大山，让他自己去找工程师。大山找到了他的好朋友马特，马特不仅擅长聊天，还总是偷偷带酒给他喝。每次喝酒的时候，大山都很好奇马特的酒是从哪里来的，毕竟地球已经被污染了，酒之类的商品已经不存在了。然而每次大山问起时，马特都显得很反感，他警告大山不要问不该问的问题，并且还叮嘱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喝酒的事情。当马特被其他部门的同事紧急叫走时，大山独自留在一旁，他感到有些无聊，便开始在办公室里四处闲逛，偶然间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过道。在这个荒僻的地方，他惊讶地发现了一只活着的飞蛾，这让他感到困惑，因为据说外面的环境已经不再适合生物生存，那这只飞蛾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他好奇地抓住了这只飞蛾，并秘密地藏了起来。随后大山找到了他的女友寡姐，并告诉了他关于这只神秘飞蛾的事情。寡姐听后也非常惊讶，并且表示自己也想看看。然而就在这时，大厅的屏幕上又公布了新一轮的中奖名单，寡姐的名字便在其中，她即将被送往天堂岛。这个消息让大山感到既高兴又难过。他高兴是因为寡姐将有机会享受到美好的生活，而难过的是寡姐即将离他而去，哪还有心情看着区区的小飞蛾呢？尽管心中有些失落，但他还是祝福寡姐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然而当天晚上，大山又做起了噩梦，梦中他看到了游艇、汽车，还有溺水的寡姐。这个梦境让他瞬间惊醒，他突然注意到一旁的飞蛾，为了揭开飞蛾的来历，他再次来到发现飞蛾的地方，他将飞蛾释放出来，然后跟着它飞行的方向爬上了通风管。令他震惊的是，他最终来到了地上。为了不被人发现，大山找来了一身护工的制服，成功的融入了工作人员之中。他潜入各个房间，竟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秘密。他隔着玻璃看到玛丽正躺在手术台上，并且成功的产下了自己的宝宝。玛丽想要抱抱自己的孩子，可却被医生拒绝了。医生将她的双脚绑住，并不断向她的体内注射不明液体。一阵抽搐过后，玛丽竟当场死亡。大山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愣在原地，他无法理解，玛丽不是应该去天堂岛生活吗？为什么医生会杀了她？这时护士将婴儿抱出了手术室，并来到了另一个房间。令大山震惊的是，房间里的女人竟然和玛丽长得一模一样。与此同时，另一个中奖的光头则要被挖出内脏。光头挣扎着逃走，但最终还是被保镖抓了回来。得知真相后的大山震惊不已，他立刻冲进女性宿舍，告诉寡姐天堂岛根本不存在。他拉着寡姐逃离了现场。然而卡尔也发现了大山的异常，他命令保镖展开追捕。很快安保队就追上了正在逃跑的两人。在一场激烈的追逐后，大山和寡姐成功逃到了下层。他们以为自己安全了，可却意外地掉进了培育室。眼前的一切让两人彻底震惊。培育室里躺着的全是半成品的克隆人，每个克隆人面前都放有一个播放器，目的是给他们灌输世界末日和天堂岛的信息。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天堂岛，基地里的人也不是幸存者，大家都是克隆人。然而就在这时，安保队再次追了上来，凭借昏暗光线的保护，大山和寡姐再次逃过了追捕。他们乘坐电梯来到了基地外面，穿过电子屏障后，两人这才发现
原来神秘岛的景象全是虚拟出来的。等他们逃出地下后，竟发现外面的世界根本没有被污染。此时另一边的卡尔也得知了大山和寡姐逃离基地的消息，他立刻派遣手下老白展开全面的追捕行动。紧接着他出现在会议室中，向一群全球顶尖的富豪们阐述了克隆产品的优势。卡尔表示，只要买家提供基因样本，他就能培养出克隆体，这样无论买家体内的任何器官出现问题，都可以用克隆体来替换，从而实现永生。然而卡尔并没有透露克隆人的真实情况，他告诉众人，这些克隆人虽然外表像人，但实际上只是用来生产器官的躯壳，他们没有意识，不能思考，从他们体内取出的器官可以放心使用。与此同时，大山被路过的摩托车吸引，尽管他奋力追赶，但仍未能追上。然而此时他注意到了路边的指示牌，那是马特火柴盒上的标志。顺着指示牌，他们果然找到了正在把妹的马特。马特的女友看到两人手上的情侣手环非常喜欢，吵着让马特买给她，但马特却十分头疼，因为这手环并非普通饰品，而是克隆体的标志。大山和寡姐也从马特那里得知了真相，他们决定去寻找自己的本体。马特见无法阻止他们，只好给他们换上衣服，并为他们买了火车票。他带着两人来到车站，一边催促他们上车，一边告诫他们，人类非常危险，千万不要相信，因为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任何事情。然而话音未落，马特就遭到了卡尔派来的杀手的射杀。大山和寡姐被吓得躲进了储藏室，杀手也追了上来。杀手试图用手掌开门，可却被寡姐用钉枪刺穿。他们成功躲过了追捕，来到了本体所在的城市。他们在屏幕上看到了寡姐的本体，原来她是一位大明星，此时正在医院里等待器官移植治疗。警察根据马特的死亡追踪到了大山和寡姐，但在回警局的路上，杀手为了保守克隆人的秘密，竟然公然袭击了警察。大山和寡姐也趁机逃脱。根据马特提供的地址，他们顺利找到了大山本体的家。由于基因相同，大山利用人脸识别轻松打开了大门，然而这却吓坏了大山的本体。现实中竟然上演了真假美猴王的一幕，男人的家中突然闯入了一对情侣，而小情侣中的男性竟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之后他从对方口中得知，原来他是之前自己投资的卡尔公司通过自己的基因克隆的克隆体。当本体大山得知真相后，当场决定要帮助两人曝光卡尔的公司。然而就在出发前，寡姐却一把拉住大山，因为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了安全起见，大山提议让寡姐留在家中，他和本体一同前往警局报案。果然在路上，本体大山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拿出枪对准了克隆大山的头部。在这危急关头，卡尔雇佣的老白赶到现场，可他却无法分辨出哪个才是克隆体。 I'm Tom Lincoln. What? No, I'm Tom Lincoln. He's lying. Shut up. I own you. 就在老白犹豫不决之时，克隆大山趁机将自己的手环戴在了本体手上。本体大山因此丧命，而克隆大山则成功取代了他的位置，开始了假冒富人的生活。与此同时，卡尔通过分析大山排出的脑部扫描虫，意外地发现同一代的克隆人已经具备了思考能力，并且逐渐拥有了本体的记忆。于是他决定销毁这批克隆人。卡尔的助手打电话到大山家，希望他能重新录下必要的信息。这位大山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决定利用本体大山的身份，拯救那些还被困在地下城的同胞们。他穿上本体的衣服，戴上手表，并模仿本体的声音，之后光明正大地回到了基地。而寡姐则故意通过刷信用卡被追踪，被老白抓回基地。寡姐假装顺从，跟随医生来到手术室，趁看管者转身之际，他掏出枪打伤了对方。与此同时，大山制服了放松警惕的接待人员，并拿到了对方的枪。按照预先规划的路线图，他们顺利找到了对方。商讨后决定再次分头行动，寡姐负责保护克隆人，而大山则前往总控室切断虚拟实景的供电，让基地的机器停止运转，同时揭示这个惊天骗局。然而此时的卡尔对此还一无所知，他决定骗所有克隆人都可以去天堂岛生活，然后用毒气将他们全部销毁，并和雇佣兵老白讨论着寡姐的事情。老白对寡姐的本体病情恶化感到不解，既然已经不需要克隆寡姐替换器官，为何还要置她于死地？他想起了寡姐手上的烙印，每个克隆人被生产出来时都会在手腕上刻上序号，就像商品的标签一样，这让他内心产生了动摇。 You know, my father was part of the Bukinabe rebellion. And when he was killed, me and my brothers were branded. So others wouldn't know we were less than human. 当克隆人被带进毒气室时，寡姐毫不犹豫地冲出来营救。雇佣兵目睹了这一幕，终于下定决心站在他这边。而此时大山已经到达了地下室，正准备拉掉电闸，可却被赶来的卡尔发现。卡尔开枪击倒了他，然后狠狠地掐住他的脖子。可反派最终还是死于话多，大山趁机反杀了他。此时基地发生了爆炸，虚拟影像逐渐消失，屋顶也随之被炸毁。直至阳光照进了基地，克隆人们纷纷逃出。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明媚的阳光，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骗局。他们向着外面光亮的世界全力奔跑。
此刻他们真实的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获得了新生。大山和寡姐也走向了对方，他们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然而外面的世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囚笼呢？